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刘丽今年28岁了，她平时工作比较忙，因此很少有时间运动，运动量不足，再加上吃得多，所以刘丽的体重就一直的上涨。在这期间，刘丽多次的相亲都因为肥胖而导致失败，对此她也非常的苦恼。几次的相亲经历逼得她不得不下定决心来减肥，于是她就上网查询了一些减肥的方法。当看到断糖减肥法的时候，她如获至宝，开始了她的减肥之路。在减肥期间，她一点碳水化合物都不吃，主要吃一些蔬菜、瘦肉、豆腐、牛肉等的食物。不知不觉3个月过去了，刘丽的体重从74公斤瘦到了59公斤，足足的瘦了15公斤。通过了自己的努力，刘丽实现了瘦身的目的。然而她发现自己最近总是感觉到口渴，而且小便次数多，乏力，食欲减退。没有办法，刘丽就去医院寻求诊治。到了医院后，门诊医生充分的了解她的情况以后，就给她开了血糖和血酮的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以后，发现血糖高达 15.6 毫摩尔每升，血酮3毫摩尔每升，初步诊断为糖尿病合并酮症。当刘丽得知自己的情况以后，就特别的疑惑，医生，我这么年轻，而且又断糖3个月，怎么会得糖尿病了呢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可能大家也和刘丽一样有同样的疑惑，明明是断了糖，那为何还偏偏得了糖尿病呢？断糖3个月为何会引起血酮升高呢？可能大家根本不知道血酮是啥。其实血酮是指血液中的酮体，酮体主要包括有3种类型，即乙酰乙酸、贝塔强基丁酸、丙酮。刘丽实行的断糖减肥法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生酮饮食。这种饮食方式需要严格的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小于每天50克。在人体内存着3大营养物质，即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。能量的消耗顺序依次也是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。当在人正常饮食的时候，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就会转化为葡萄糖供人利用。如果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很少，那人体就不得不消耗体内的脂肪功能，而脂肪在分解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酮体。一般来说，人体内的酮体轻微的升高，并不会产生什么不适感。当人体内的酮体再升高一些，就可能会引起食欲减退、恶心、呕吐、乏力、犯困、烦躁等的症状。如果血酮的水平特别高的时候，那就可能会引起酮症酸中毒。这类患者可能表现为声大呼吸，呼出的气体有烂苹果味。酮症酸中毒在临床上也属于一种危重的疾病，如果抢救不及时，也可能会丢失生命。为何断糖饮食会瘦得比较快呢？我们上面已经说了，在人体内存着3大的营养物质，即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和蛋白质。能量的消耗顺序依次也是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和蛋白质。人想要减肥，肯定是想多消耗脂肪，如果不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那就很难消耗到脂肪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吃1碗米饭，那要想把这1碗米饭的能量消耗完，那需要慢跑30分钟左右。然而当你慢跑了30分钟后，肯定就会容易感觉到劳累，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毅力，就很难再继续运动了。在减肥期间，如果严格的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那人体就会直接的消耗脂肪，长期以往，体内消耗的脂肪就会逐渐的增多，人就会慢慢的瘦下来。另外，当人在摄入了碳水化合物以后，就会使得血糖升高。人体为了维持血糖的稳定，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，而胰岛素降低血糖的机制之一，就是把血糖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。如果限制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以后，那么人体内的胰岛素的量就会降低，这样无疑更容易的瘦下来。断糖饮食3个月为何会引发糖尿病呢？如何科学的减肥呢？
一般来说，人在断糖饮食以后，血糖都是降低的，但是在现实中，依然会有一些人会出现血糖升高，甚至糖尿病的情况。究其根本，主要有2大原因所致，具体总结为以下2点：一、断糖饮食会产生一些诱发炎症反应的物质。人在断糖饮食以后，相对的会增加肉类的摄入，比如猪肉、牛肉、家禽、鱼、蛋类等。这类食物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、血红素、铁、乙酰神经氨酸等的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，而它们本身就可以诱发炎症的反应，进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。2、断糖饮食造成某些营养元素的缺乏。我们都知道，谷物、某些蔬菜和水果等含有的碳水化合物的量比较多的，因此不少减肥者为了快速的减肥，就干脆不吃这些物质。殊不知，这些食物中含有的营养元素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降低糖尿病的风险。与此同时，一些研究表明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和糖尿病之间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。当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控制在 50% 左右的时候，新发糖尿病的风险最低。在减肥期间确实需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但是这并不说一点也不吃碳水化合物。我们可以吃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，比如全谷物、非淀粉类的蔬菜、甜度不高的水果等，尽量少吃或者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。另外，还需要注意每天摄入足量的白开水，不要喝任何的饮料。开水的摄入量可以控制在2500毫升左右。每天应该在11点之前睡觉，尽量的不要熬夜，因为熬夜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，而褪黑素能够帮助减肥。如果条件允许，也可以每天坚持运动。减肥不是只有断糖这一方式，说到底，很多人选择这种方法还是想偷懒，觉得运动减肥太累。事实上，运动减肥相对来说是安全、最健康的。比如说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骑车、跳绳、深蹲等，都可以尝试。能长期坚持锻炼，体重不容易反弹，还可以加快代谢，稳定血糖水平。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，很多人都发胖了，减肥的需求很大。网上有很多教导减肥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慎重的选择。其实肥胖有时候和吃得太精细、热量有关，也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。如果不想自己太胖，不仅要管住嘴，还要规律的生活，不可暴饮暴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你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